头载人登月是真还是假呢？是吧？这里面有很多证据证明人家是真的上去了。月球轨道探测器号在菲林他们已经着陆过的地方，一共着陆了6个点，这是在月球上分布的位置。你看，这是登月舱，现在还在那儿呢。这是他们航天员走的路，然后这是他们埋的仪器，这跟过去的文字报道一模一样，人家真的上去了。他们一共采回来381.7公斤的月球样品，我们嫦娥5号是采回来1.731公斤的样品，他们比我们多了几百倍。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贾鹤鹏教授今日在知识分子公众号发表文章，回应了群众对美国登月事件的质疑声。贾鹤鹏教授毫不留情地驳斥了一些大 V 以启蒙之名的煽风点火行为。贾鹤鹏教授认为，质疑美国登月不是一场启蒙运动，质疑美国登月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损失。主流科学界需要站出来以正视听，因为如果在人畜无害的议题上都不能坚持科学，那在涉及利益情感的大议题上，根据科学做出判断就更难，而不能秉承科学逻辑处理重大问题，其对国家发展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。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、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都发表文章澄清阿波罗登月是骗局的谣言，并就这个阴谋论的各种质疑论点一一回应解释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连根正苗红的官媒《解放日报》都发表文章，试图阻止这场反制闹剧。解放日报官微发布了一篇关于登月真实性的辟谣文章，本意是澄清事实，引导公众理性思考。然而，评论区却成了一片战场，各种质疑、嘲讽甚至谩骂层出不穷。这不禁让人感叹，我们的网络环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。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，这些质疑者中不乏一些加 V 认证的大 V， 他们的影响力广泛，本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，但在这场口水战中，他们却选择了随波逐流，甚至加入到了质疑者的行列中。这无疑给网络环境带来了更大的负面影响。解放日报写道：永乐大典的学子别把自己真骗了，将反制网民的反制属性批驳的可谓一个体无完肤。然而这些反制小粉红们杠精附体，他们的特点就是先给你扣上个大帽，什么你是资本家，你是国有资产流失，你是迎合西方丑化国人。好啊，你敢不回应，大家接着骂。什么？你还敢回应？你这是回应吗？不恰恰暴露了你的丑恶本质吗？你有证据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吗？那我们先来看看你的退休金拿了多少吧。用的手机是苹果的还是华为的？就你一个研究社科的，还好意思说你能证明美国载人登月是真的？你懂科学吗？你屁股向着谁呢？不知道美帝之险恶吗？没听过美国的气象武器吗？你个文科生！不允许他们质疑，就等同于要让他们承认自己是在反制，是让他们打自己的脸。而反制者要是知道自己是在反制，就不是反制者了。所以他们必须要质疑下去，把质疑精神贯彻到底。反智主义 （anti-intellectualism） 又称作反智论、反知识主义或知识无用论，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，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。反智主义可分为2大类，一是对于智性 （intellect） 知识的反对或怀疑，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；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。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·霍夫施塔德 （Richard Hofstadter） 将民主与平等情怀视作反智主义的根源。但正如起源于四面八方的阴谋论，反智主义的实际来源与动向要比这复杂得多。它可能来自民间的流言和对精英的不信任，也可能源自知识分子的言论。它或许始终前行于下层，也可能与上层的意图不谋而合，又或者它是由上至下的一种政治实践。
为什么反智主义总是与民粹主义政治结伴，而民众的声音最终被掩盖在民粹主义领袖的话语之下？推崇群众与民间智慧的反智与民不可使之智的愚民之术有何相似？就像一位网友所说，互联网发达了，没有让乌合之众有更大的视野，他们反而愈加抱团拼命地证明世界只有井口大小。在这场口水战中，也有一些声音显得格外清醒和理性。他们指出，质疑是需要的，但应该是有根据、有底线的。他们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和理性，不要被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所左右。这些声音虽然微弱，但却显得尤为珍贵。解放日报作为一家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媒体机构，一直以来都在为公众提供真实、客观、全面的新闻信息。在这场口水战中，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，用事实和逻辑回应了质疑和攻击。当然，质疑主要是停留在质疑西方的强大，起诉也主要是起诉那些说西方强大、说自己不足的人。这就是舆论场上的基本盘。但一定要知道，民粹最终是会反噬的。Back in 2019, China pulled off a historic first soft landing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with Chang'e 4, but that was only a one-way journey, wasn't it? And this is clearly far more ambitious.